大家好，我是小浩，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开箱身后这栋现代化风格的豪宅，它背靠着 Malibu Mountain， 正对着太平洋景观。快跟我们一起看看今天视频最后有哪些有意思的东西可以和大家分享。跟着我们的镜头呢，现在从正面的车道下来，到达房屋，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侧面有很多的 amenity 设施，一会儿跟大家详细说啊。正面其实是一个铁动的电动门，打开了以后呢，通过这个绿色的人工假草，一格一格从砖缝里面露出来的这种小钻石形状的铺设，整个前院全部都是。这个我觉得可能有些人如果有密集恐惧症的话，看着还是有点难受的。但它这样的话，可以给整个地面增加更多的摩擦力，因为这样你上下坡车的时候不容易打滑嘛。那么身后呢，其实已经到房的正门了。我正对的实际上是一个停车的一个掉头的 carpool， 让车做一个掉头，访客也可以停在那边。可以看到身后两侧，在房屋正门的左右两边是两个非常大的一个水墙瀑布 water feature， 往下流出来的流水流在两边的水池里面。经过后面的那个循环啊，直接打到下面。一会儿进门可以看到更多的景观。我们镜头稍微再往这边走一点，我的左手边就是整个的 driveway 走到尽头的地方，可以看到啊，用那个整个乌克拉丁作为外墙的包裹，是它的车库，室内可以停3辆车。从外观来讲，它很好的隐藏了车库的门，就是如果不告诉你直接看的话，其实看不太出来车库门是在那个边。但是前面也可以非常容易的做掉头。它的前院的 motorco 的尺寸，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可以看到身后的正门，这个角度实际上晚上开门、打开灯，那个景观真的是太漂亮，所以一定要留到最后。我们跟着再往前走，往下面走几步，过来以后就是我身后左右两边的水潭，全部都是石砖的地面、石块的地面铺设。水潭从两边的流水有2个水井流到下面。通过这5个巨大的石块组成的悬浮的台阶，就到达了正门。左右两边可以看到，室内墙面都沿用了这个外观的这个水泥的材料，它实际上是水泥，但它给你压了一些木纹，让你更加的生动活跃，觉得自然气息更多，层次感也更多。而且一到这边有2个特别漂亮的一个东西啊，稍微有一点吵。左边是一个非常大的 fire pit， 非常的好看。那右手边这边是它的一个Family 叫 Media Room 吧，里面也是非常多的设施，一会儿进去详细为大家介绍。那紧接着跟着我们身后巨大的 pivot door， 我们进到房屋正面，为大家详细介绍它的室内。通过这个硕大的旋转门，我们到达了它的房屋正式的室内。其实一进门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非常漂亮的太平洋的景观啊，正好从前面的山谷加上前后院的泳池延伸过去，好像就直接游到太平洋的感觉，非常的漂亮。马里布的海还是有它的价值在这边的。那只是说的这个配备度，我不能说我们频道里面最高的，但它一定是最宽的。整体的材质也非常的有意思，它的表面的涂层啊，包括一些纹理，也给你更多的这种原始的触感。那左右两边呢，其实它门的两边外面是水池嘛，它直接就用2个超大的落地玻璃，直接就能够看透到前院，完全不需要担心隐私，因为从摩托车下来不会有其他的邻居的。房屋实际上是东西分成2边散开的。那我们往那一侧有设施，一会儿为大家介绍。先跟着我们到眼前的，不能错过的就是这个非常漂亮的 living room， 它的这个主要一进门的会客厅。哎，真的是非常大气，谁家坐在这边，随便一瞥就看到太平洋，
那是什么样的景观，什么样的心情，完全不一样。而尺寸也非常好，这个地儿我觉得少说坐个7、8个人是轻轻松松的，一起在这边欣赏落日的余晖都是可以的。那正对着这个画面也很漂亮，一个天然的黑色石料做的一个 fireplace， 底下是一个小的 fireplace 的壁炉。没有做 book mesh， 但也是非常的自然古朴的材质的感觉。两边有书架，可以放一些工艺品啊、小的收藏品，都是可以。往这边走一点，可以看到阳光已经洒到地面了。它整个的后面的拉门啊是电动电子拉门，全部拉开收到墙里以后，你可以看到无遮挡的太平洋景观，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一定要看到最后啊，还有更多的好的为大家分享。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房屋啊，它实际上没有任何裸露的墙体了。正常咱们看到什么 stucco 的木那种墙面，全部都没有。它全部的地面可以现在看到的地方，全部都是用的 travertine 的大块的石板铺设，顶上也不是墙面，顶上全部都是用的 white oak 的木板做的铺设，满满当当全部铺满，没有任何裸露的墙体露在外面，包括什么轨道射灯啊。音响啊，小的那种 recessed light 全部都做到了整个的天花板上面，所以它其实房屋的装修是给你做了一个完整的包裹。那从客厅到餐厅之间呢，它这边做了一个小的过渡的区域，因为很多很大的像这种通透型的户型，你怎么过渡几个空间，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像它这边就选择用了最简单的，咱们在北美这边很常见的方式，就做了一个小的 staging 的区域，放了一个圆桌，几个简单的这种座椅，你坐在这边也行啊。像我们经常用的就什么放什么车钥匙啊，对不对？遥控器啊，都往这里面一放，好找，房屋中心的地儿嘛。那么继续往这边呢，我看长屋的餐厅的地方。餐厅这个地方实际上也是有很多的亮点的，可以看到，因为这边拉门是推开了以后，直接坐在这边，尤其主位的地方啊，直接就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太平洋景观了。用了一个实木的餐桌放在这边，围了一个8个、9个、10个椅子吧，一个10人桌，大小尺寸非常好。就有一点啊，它因为偏现代室内的设计风格嘛，这个小灯是稍微有一点太小气了，就没有我们想象的那种感觉。这个挺少见的，是这个价位这个地方房子，我觉得这个灯有一点，当然追求的不一样啊，不同的风格，对，人追求的风格不一样，只是我铁艺的金属感，对，可能我们就它是为了跟它的所有的轨道射灯的这种整个的统一嘛，这种金属啊黑的颜色的这种感觉。我们往这边先走2步啊，身后可以看到这边墙面，跟大家再多介绍一下，墙面没有裸露的墙体，全部都是这种乌克拉顶木条做的铺设，或者呢是这种水泥的墙面，但它做了很多木纹的这个印花在上面，让你感觉像是木板印在上面一样，室内室外是统一的材料，这点非常好。它把室外的材料呢也带了很多一部分到室内，所以它的连通性、连贯性非常好。那么说话之间啊，到了这个楼梯的位置了，可以看到上楼、2楼是有采光的位置，整个一个现代悬浮的楼梯，下面承重的钢，这种楼梯的承重是在哪儿？它是从墙里面伸出来的，直接每一个 pole 支撑着每一个楼梯上去，这还不是传统的一根大钢筋撑上来的，不太一样。蛮漂亮的，真的有点漂浮感，因为它的 LED 的射灯全部都是坐在楼梯的下面，所以你感觉楼梯每一阶就是漂浮的。我们镜头稍微往前走一点，身后我的左手边这边呢，这边它是另外的一个卧室的区域，里面有自己的卫生间，也能看到前院的景观。那我再往左手边这边是它一个 powder room， 是一个半卫，那半卫整体的石材的选择也是漂浮的黑色石材。然后这种大的镜子，大量的乌克拉丁，就感觉是室外的空间统一进去的。作为一个 powder room 还不错，而且关上门以后，实际上 Licky 你感不感觉就是它做的整体来讲隐藏的程度还是挺好的，是不是那种太突兀的感觉？那它在这种中间的地方，我觉得做了一个，这是真的，做了一个植物，我感觉还是挺不错。它把一些自然的气息更多的带入到室内。很多马里布的房子实际上设计的时候都是这方面的理念，就是加州嘛，你要把室内室外的这种统一性啊、风格性全部都混在一起。我们现在开始往后退一点，地面它也用的是这种 travertine， 所以它是完全统一过来的。我们再往这边过来，身后这边呢是它的 pantry， 主要的一些什么，包括洗碗机、小的 sink、第2个 sink 都有，一直连通到车库，室内可以停3辆车。我们再往这边走一点过来，这是它的主要的一些厨房的电气设施了。首先这一侧 Meili 的咖啡机。它的 microwave， 然后它的 double oven side by side 放在一起，所有的木质纹理纯木的橱柜，以及往这边它
它的一个冰箱、冻箱全部都是 Meili 品牌，也是这种 push to open 的，做得非常好。那边有更多的储物空间，侧面也有门，出去可以到达侧院。我们再看它整个厨房，它这个厨房岛台还挺不一样的。Lakey， 你有发现它材质上不一样吗？是它跟我们上次在 Bird Street 那个看的那个是不是标样那个？咱们两个那天去的，就是印度尼西亚还是哪儿？对，就全套都是那个 DD 的那个。对，全套。然后它的厨房，我没看到它是不是 DD 啊，我不确定。那家是 DD 的一套，非常漂亮，因为它台面是石头，但是它的所有的橱柜的柜门这边全是金属啊，金属板。所以就质感完全不一样，下面有大量的储物空间，全部都可以打开，做了很好的收纳。上面4个简简单单的潘塔莱挂在下面，它整个室内的灯用的风格也是非常的统一。那岛台的正中边用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洗碗池，这个槽比正常的其实要大出1/3，所以就非常的友好，也确实是很好用。我们再往看身后的所有的橱柜的系统，那不用说啊，全部都是木质的材料，这是肯定的了。Meili 的这个 cooktop 后面背景墙用的是 book match， 然后它用的是天然的石料，所以纹理并不是100%对得上，但也已经非常漂亮。那上面是它的抽风，有人会说这个抽风是不是有点小啊？实际上你说在这个地儿后门都拉开了，它循环是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的。我们继续往这边走过来，到厨房岛台的这一侧，它下面其实有更多的储物的空间啊，打开的抽屉，以及这边是有一个洗碗机，也是 Meili 的品牌。就是它的洗碗机在这边有一个嘛，然后另一个是在 pantry 里，所以它也是有2个洗碗机的。那这一侧可以看到它整个的橱柜的统一度、完成度非常漂亮、整洁。我觉得现代橱柜这家做的算真的是好看的了，可以算。然后它有一个细节啊，就打开以后给大家还是要展示啊，它所有的收纳里面都是有灯的，都是 LED 的灯条的。那当然每一个抽屉呢也都是可以抽出来的，所以使用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厨房这边。身后其实正对着刚才一直连冲过来一个拐角啊，它做了一个恒温的藏酒墙，它有控温系统，但是这个地儿作为藏酒来讲不太合适，但展示是 OK 的，挺漂亮，因为它整个把柱子包起来了嘛，我觉得这点设计还挺好，要不然光是一个柱子这个角落，你也真的不知道放什么。那么再往这块走，这边是它一个 family room， 等于说真正的一个小的家庭厅的位置了。非常的 cozy， 尺寸呢相对小一些，坐在这边3、4个人看个电视或者玩个游戏都是可以的。因为你其实坐在这边的时候，你依然能看到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观。我觉得整体室内靠这一侧真的没话说，确实很漂亮啊。来，我们现在出去看一看它的后院设施。走到外面来，它其实这边的窗户的落地门啊，也是可以直接收到墙内的，也是 pocket door， 只不过区别呢，它就是手动的而已，全部收到里面。从这边实际上坐在这，刚才也提了嘛，出来景观呢当然更好。地面呢和前院一样，全部都是用的 travertine 的石料，直接铺满。那身后首先到了第一个区域，就是它的室外厨房的空间。室外厨房是直接有伸出来的屋檐，下面都有 LED 的射灯，非常的漂亮。3个 panel 也是这种花叶啊、碟片的造型放在这边，石料的台面用的是 granite， 后面也都是大量的石料做了 book match 的设计，非常的漂亮。白色的橱柜拉门，下面有各种各样的厨房设施，以及外面的抽风啊、烤肉架全是都有。你外面用不着抽风吧？我们反复在想这个问题，感觉必要性不是太大。其实室内用的话会比较好，但是很多我们看的都室外的厨房反而用这个就比较考究吧。对，反正我一定得配上才行，这是一个讲究的做法。因为它也是半封闭的，你看那边有个玻璃挡着。这没错，雷克看的这个细节很对。那边其实是透的，但它这个，你看这边是挡起来的，也是不能收起来的。这样更 cozy， 因为这边毕竟海边风大。对，因为马里布晚上海风还是很大的，所以它特意把靠海洋的这一侧呢用玻璃挡起来，所以人在这边烤肉啊，各个方面，比如晚上坐在这个吧椅这边 party 看个电视，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当然上面其实也有这些射灯、暖灯。其实整体这个空间是晚上能坐得住的。马里布晚上真的很冷，如果大家来过，其实是知道，尤其现在几月，12月，这个时候可是不是很暖和的。现在看着还可以。那伸出来的这个 cantilever 屋檐的下面，放了一个木质的餐桌，同样跟室内的尺寸一样，可以坐10个人。
在这边户外开一个 party， 一个酒会都是可以的。侧面有大量的植物啊，做了一些隐私的遮挡，因为侧面山谷下面免得有人能看得到嘛。地面其实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了，所有地面包括前院的 motorcore 的地方都是人工假草的铺设。这个我觉得大家其实越来越接受和喜欢人工假草了，所以整体更加的好打理，显得更加的干净整齐。那到这个区域呢，就是它其中的一个座的 sitting area， 周围啊每一角都有这种小的射灯，方向呢是打在中间这个座的区域的，然后中间围着一个小的壁炉，太阳遮阳伞，白天拿出来遮太阳，晚上收起来篝火点起来，在这边徐徐的海风吹过来，还是挺不错的。因为这个房子实际上离海有一点距离，所以你不会觉得那种特别潮湿啊，或者特别大的那种海风吹到你身上觉得很不舒服的感觉，倒不会有。那我们再往后一点，可以看到身后的这个泳池了，这个是超过70英尺的直径长度的泳池，我觉得在尺寸方面没得说，虽然不是 Infinity Pool， 但是从这边已经能看到非常好的景观了，好像直接从这个泳池就能游到太平洋的感觉。前面正好是个小山谷，可以再往这边侧面我们走一点哈。镜头里面也能看到房屋的背面看起来也是非常好看，典型的现代房屋的设计嘛，所以整洁干净。那黑色、白色也是不可少的这种颜色的成分，但相对来讲，比我们见过很多黑白色的房子呢，它多了更多的木色，以及一些贝质。贝质叫什么颜色啊？贝质是叫什么？米色。米色，所以它会显得没有那么的冰冷，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关键的。而且从这个角度看客厅、看正门，依然很漂亮。就这个房子通透性真的没话说，就是感觉开了正门直接就跳到太平洋的感觉。它这个房子摆的位置也很居中啊，是不是？就正门的位置正好就是对着这个中间的那一个角的感觉，非常的漂亮。晚上更加好看，你可以想象啊，夕阳落日从那个海平面，不管是升起来还是落下去，哇，那美如画。然后到泳池，泳池这里面它有一个小的细节啊，雷给你走这么靠边，我都怕你进去了。侧面这边是一个巴哈 shelf 潜水区，首先从这边过来，整个一半，不能是一半了，大概1/4吧，是它的一个巴哈 shelf 潜水区。它把它的热泡池呢坐在了整个泳池的靠里面的位置，从里面流到外面。这个还是稍微跟别的传统做法不一样，有的会把它做到尽头，有的会把它做在那边，但很少说坐在中间的。就是你想去热泡池的话，你要先通过常温的泳池才能过去。这个还是不多见的这种设计，是不是？我挺喜欢，我觉得有点不大一样感觉。哎，就感觉像一个小岛，就像在水中泡温泉的感觉更像。如果热泡池的感觉和泳池就是一个分开的感觉，那它这样整体性更好，而且这样看过去真的是非常的漂亮。我们继续再往这边走一点过来，侧面呢这边还有木质的这种 deck 甲板，下面也都是小的射灯啊，以及更多的躺椅和坐的区域。在这边呢，首先呢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房屋的基本信息。房屋呢是有6个卧室、8个卫生间，室内面积8500平方英尺，占地2.14英亩，没错，2.14英亩，要价2480万。曾经这个房子 ，Lakey 你还记得最高要到多少吗？要3998万还是3995万？所以这也4000万了，也将近要腰斩的价格了。从最早是19年那时候我看开始卖的，对不对？信息给到大家了啊，能不能买到就看大家的缘分了，对不对？然后也再次感谢我们的房屋租赁公司啊 ，MyMon Group 太给我们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这样一栋的房子。确实，很多这个级别的房子不是说咱随便想能看也能进来看的，关键是给我们这种完全就是一天给我们，你们随便去搞，这样比较难，是不是？还感谢他们啊！来，我们继续往这边横着移一下过来，从这边做的区域，其实后院的尺寸很大，平整的绿地的空间也确实是不小。那我的侧面这边是有一个单独独立的 ADU 或者是 guest house， 我们进去看一下它的 guest house。它整个的 guest house 其实它房屋的地面啊，不管是室内、前院、后院，统一的石料全部铺进来。那两边呢也都是滑地门、滑动门，落地的，可以这侧收到墙里，那边是不收到墙里，所以你坐在这个 guest house 的小客厅里面啊，从这边也能欣赏到很好的景观。我觉得有这样一个 guest house 还是挺不错的。就大家坐在这边看一个景观啊、画面啊，包括晚上的时候不用担心啊，都是有窗帘的，可以降下来，隐私、挡风都没问题。或者有朋友有时候来你们家做客，我觉得有这么一个空间是非常好招待朋友的。那我们身后这边可以看到 guest house 嘛，其实它就是一个相当于 studio， 这边是它的 living area， 那边就是它的睡觉的区域，床放在靠后的位置。其实，躺在这个床上，你觉得是不是也能看到海啊？
差不多，对，差不多也能看到一些。然后那边是拉门去后院嘛，侧院还有设施。身后这边是它一个简易厨房啊，简单弄点吃的，microwave 都有。那后面是它的卫生间，整体的卫具、食料选择也是完全不错的。那我们整个的 guest house 给大家介绍完，从这个门出去，看一下它侧院还有一些设施。guest house 这边出来，它有一个小的空间，实际上和主房是能连通的。去那边之前，侧面有一个 outdoor 的 shower， 在外面啊游完泳了嘛，你可以有一个地方淋浴，把身上这些 chemical 都冲掉，这是很必要的。而且不光有一个，看到没有 Lakey？ 就那边还有一个，你看到了？是。实际上它是有2个的，在这边有1个的咱们见得多，有2个的确实不多啊。咱不说这个好坏，就是坐2个人确实不多。往这边是它1楼的另一侧的门，进去以后有更多的设施，我们一会儿为大家介绍。去那边之前，它上面啊有一个小的平坡，从 motor hall 能直接过去。这里面还有一些东西和大家分享。我们上到这个平台的区域过来，刚才我跟大家说了，就下面那个淋浴的旁边实际上是有一个半位的，就是专门给所有的客人啊，淋完浴了、洗完澡啊，想在这里面洗个澡，在里面是可以做的。然后也有马桶、卫生间，在这边是它下面的门，可以看来它上面的这个木条和正门的是一样的，所以它侧面的装修和正门的一些装修外结构上材料是统一的。我们镜头稍微往这边点，它这边实际上是一个，我们就姑且叫它的运动的区域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边有大量的人工假草，这种木质的一个小的平台，像那边健身的战斗绳索呀，包括这边的木箱啊、跳箱，以及室内这边有大量的健身房的运动设施，什么单车呀、bench， 还有一些简单的力量的训练设备都有。而且还挺有意思的是，房子往这边转，侧面过来一点啊，我们到这边呢可以看到，它这有一个木桶啊，不是酿酒的啊，这是它的一个室外的蒸桑拿。打开了以后可以坐在里面，它没想到空间还是可以的，里面坐个4个人、挤一挤6个人都是坐得进去的，所以它这边整个就是一个运动加 recover 放松的一个区域。那我们整个这一侧介绍完以后，跟我们回到室内看房屋1楼的另外一边。从侧门进到室内回来。室内可以看到大量的木板啊，这个不多说了，我们稍微等一下，在这边我左手边是它的办公室的空间，其实也是一个卧室，有自己的一个 fireplace， 自己的卫生间、衣帽间都有，而且能看到非常好的景观，拉门直接透过去就能看到它太平洋。我觉得这个地儿放办公室是挺好的，当然如果你需要更多的卧室的话，拿上当卧室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最大的亮点就是进到这个空间呢，首先它是 pocket door，全部都是收到墙内的实木同样材质的门，它的实木的材质用的跟厨房是一样的，包括它的纹理颜色都是几乎是统一的，这点是非常好。那身后不用说，已经看到了，这是它的多媒体室，或者你叫电影院的话就有点太过了，但是它真的就属于一个多媒体娱乐空间。这套房子好像没有电影院，对，它没有电影，所以你真的说它就是9个电视嘛。凑在一起了，做了一个多功能的娱乐空间，你可以在这边看一些自己想看的东西，看电影也是可以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石头的咖啡 table， 简单的沙发 lounging area 往这边一坐，然后往这一侧。那说到多功能娱乐室，那怎么能没有一个酒吧的一个小吧台呢？同样跟厨房的岛台用的品牌材质是完全一样的统一，上面这个石头的这个层面啊，非常的有质感，不像 leather finish， 但是有一种锈锈的那种 rusty 的感觉，摸起来非常的不一样，手感也是很好的。那侧面整个后面也是用的这种背景板，是这种亮的反光的镜面，下面储酒的酒柜、洗碗机、冰箱全部都有，就能满足你一切需要调酒的需求，以及那边一个小的洗手池。那最漂亮的就跟大家进门时候有介绍过，亮点之一就是我身后的这一个落地拉门，它呢是电控的拉门，这也是一进门的地方，所有的门全部能收到墙内。实际上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从正门左边，刚才已经给大家看到了，就是一进门左手边的这个多媒体的室，就是这个空间。那从这边拉门打开以后，旁边就是水池到正门，所以它整个房屋就感觉是四通八达的一样，整体的流通性真的非常好。那么到这里，我们整个的1楼就为大家完整的介绍完了。现在跟着我们镜头一起去2楼看一看它卧室和休息空间。
上到2楼，正式为大家介绍它2楼的主要都是卧室休息空间。楼梯的把手，刚才 Licky 也有说，它是有那种像波浪一样的纹理的，还是蛮特别的，就摸起来上楼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那不用说钢化的玻璃围板啊，从这边其实可以看出伸出去的一些屋檐，远处的这个 Santa Monica Mountain 的一些景观，整体看起来还是挺舒服的。它屋顶都是铺了那种白色的石子了，所以不是很多现代的那种房子就黑色的那种屋顶，现代的太难看的样子，整体还可以。左手边这边是它的洗衣房，简简单单2楼的洗衣房，叠起来的洗衣空间。洗衣房空间其实不算大啊，但该有的都有了，水池也都有了，所以是没问题的。上来一个小的迎宾区域，能叫迎宾吗？不可以，就简单的上来有一个坐的地方吧，摆设陈设区域。2楼可以看到整个的墙面呢都是用这种特殊材料的墙板做了包裹，实际上是木头的，只不过上面刷了不同的颜色和一些花纹，整个都过渡过来，就是深色的色调嘛。那左手边这边是主卧室，最后跟大家看，先跟着我们的走道往下面走。这边是它正门，一上来就是从主门上来2楼的，可以看到那些大的木条，就是在这后面，隐私也好啊，遮光也好，在这边遮挡了一些。上面挂的就是一进门上面抬头看的就是3个这个挂灯 chandelier。左手边是一个小落地拉门，拉开以后直接也是有一个小的 fire pit， 晚上点亮了火，坐在这边看出去那个一角太平洋，也是非常好看的一个景观。沿着这个走道继续走，其实这个房子感觉8500尺，真正你要说浪费的话，可能就是在这个区域会比较多，其他的地方基本都给到你了。我们再往这边走过来，左手边这边是一个卧室，尺寸很好，很好的景观，拉门，有一个阳台，后面是通的，有自己的卫生间、衣帽间都有。那其实另外身后这个卧室，你过去看一下还不太一样。路过这边呢，就是它身后这个卧室的卫生间，尺寸不错，有自己的 shower， 整体卫生间装修比较简单。这边是它的衣柜的区域啊，整个床的位置其实尺寸睡觉的区域是 OK 的，但它的亮点是什么？就你躺在床上，透过这个拉门，你可以直接看到太平洋的景观。而且这2个卧室刚才跟大家简单介绍嘛，旁边的卧室也有阳台的，就是和这个卧室2个人共用一个阳台，那正好有2把椅子，都可以坐在这边。透过身后能够看到非常棒的太平洋景观。最后跟着我们去看一下它主卧室。进到主卧室，首先到这边透过这个 picture window 和外面的阳台，已经能看到很好的太平洋景观了。主卧室的位置摆放也是考虑到了景观，为了让主卧室能享受到更棒的景观，那2楼呢也都是用的 Y oak 的木地板啊，跟大家多提一嘴。过来，主卧室首当其冲的，它的床的空间尺寸肯定是更大的，而且它比较细心的一点，床的前面这边呢，它就放了一个简单的躺椅，你侧着、躺着、赖着、坐着靠在这边，透过落地的这个 picture window， 直接能看到太平洋的景观以及后院，这是真的把它这个房屋的景观利用到了。其实，你说你要买个马里布的房子，如果看不到海景，你又配了这么多额外的费用，确实挺可惜的。但这个房子是可以很好的利用到景观的。而有意思的是，Licky再往后退一点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床嘛，正对的是景观的这边嘛，两边是有2个 fire pit， 而且上面这个地儿啊，先不要动一下啊，它是有电视的，就很少现在咱们看的主卧室还有说挂电视的不多了吧？对，特别是挂这种隐藏式的。对，这个真的是比较少了。我们把 TV 打开。Rooms Set Music 3扫，开了吗？没有吗？没有。我再试一下哈。Family Master TV OK， 好。它打开了以后呢，是能慢慢的降下来的，所以晚上的时候外面黑了嘛，你把电视挂下来，你也不用担心什么反光的问题，在这边看一个节目。那不用的时候呢，你就收起来，这样完全不影响你任何的景观的欣赏，躺在床上也能看到很好的景观，这个设计还是有必要的哈。我们再往这边走是它的卫生间，去卫生间之前，其实一进来右手边是一个它主卧室的衣帽间，大的整整齐齐的柜子，中间有一个小的中岛啊，上面还有一个 skylight 下来。我觉得尺寸来讲呢，其实也够用了，因为马里布其实挺寸土寸金的，想找一个其实这么新又这么大的房子，还有景观不太容易，要不然再往下面就更贵了。海岸线的房子，咱们看过嘛？海岸线那种就已经5几年、4几年就已经破的不行的房子了，1000、2000万就这个价格，因为它离海岸线特别近。那主卧室卫生间啊，首先我觉得还挺漂亮的，乌克拉丁的背景板，
漂浮的天然石料的这个 vanity， 可以看到这个石料，我觉得你看里面还有一些水晶的材质在里面。刚刚 Lakey 早一些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过在里面这水晶的纹理？很天然的这种感觉，很漂亮，而且下陷式的这个 sink， 以及从镜子里面直接伸出来的这个5金件，我觉得它整体是不错。两边都有挂灯，左右各有一个漂浮的岛台是对称的。那这边正对的是它的淋浴空间，淋浴空间用的是天然的石料铺的地面、顶部以及侧面的墙围，而且做了 book match 的设计。整体来讲呢，让颜色显得更加的漂亮一些，更亮一些。我觉得这套房子的一个还有很大的特色就是天然石料的使用，几乎每个那个浴室它用的都是天然石料，天然石料，而且呢，它整体来讲没有说太跳跃，就大家还能就是能融合在一起去用的，不像有些石料就用材料用的就太乱了，它这还是不错的。包括这边，你看我这真的从光影下面看，我特别喜欢它这块石头这种光影，里面这种水晶的质感真的很漂亮。那么再往这边啊，更不用说了，在浴室靠后面拉门拉开最中间的地方，放了一个 freestand 的浴缸，磨砂的这种材质，它这个实际上你要摸的话，这个很重的 Lakey， 你敲你能听得出来，它应该是也几乎是10块的那种重量的感觉了，这一个上千磅是很正常的。所以它石料其实都是有选择，并没有选择很便宜那种 plastic 那种浴缸，非常的好。那放的一个 freestand 的浴缸在这边，躺在这儿泡着澡，可以看到这么棒的景观呢，当然就不用话说了。包括伸出来的屋檐下面也是有 LED 的灯带，这边还放2个躺椅。从这边出来以后呢，地面依然用回了 travertine 的石料。那边为了隐私嘛，那我做了一些简单的绿植遮挡。从这边过来，身后依然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一个太平洋景观。那么今天这栋房子，我们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为大家已经完整的介绍完了。喜欢我们的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